奈特此时还不知道，吉米已经有了别的打算。他虽然不舍得20万股的期权，但一想到现在吉米的背后站着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个庞然大物，他便只能咬牙答应下来，道：好，20万股就20万股，20万股期权，每年分到1200万美金，还是比较稳妥的。随着我们的业务不但提升，每年的分红金额肯定还会进一步增加。吉米，你在爱丽丝律师事务所的前途无可限量啊！虽然奈特以壮士断腕般的信念做出了这个决定，但吉米此时却又皱起了眉头，因为经过简单计算之后，吉米得出一个结论：现在的自己得多要现金而非期权，期权更像是一种对赌，赌公司未来的发展会不会一路高歌猛进。如果公司发展迅猛，今天值100万的期权，明年或许就能值几千万甚至更高。但如果公司开始走下坡路，那今天值100万的期权，明年或许就只能以10万甚至更低的价格行权。在座的董事会成员都觉得爱丽丝律师事务所未来的发展一定会突飞猛进，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拥有全美最好的团队、最大的名气，也因为他们当初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史密斯律师事务所已经把重心迁往华夏。他们虽然没有放弃在美业务，但由于主要精力已经转移，在美业务的总量也自然而然有了一定的下降，而这些都是爱丽丝律师事务所的增长点。但吉米心里很清楚，当自己带着10名骨干从这里离开的时候，爱丽丝律师事务所就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快速衰退期。这种情况下还要什么期权？当然是要现金最稳妥。于是他便开口道：我这个人比较短视，当初我大哥和我大嫂创立史密斯律师事务所的时候，就提出要给我30%的股份让我加入，和他们一起创业。我觉得创业失败率高，没有工作按月收钱来的稳妥，所以就没有答应。现在你们给我期权，我依旧觉得不如现金更加稳妥。说罢，他又道：这样吧，我们还是按10年签订协议，但期权我一股都不要，之前给我的期权我也全部退回。奈特刚才不是说，这20万期权一年至少能分1200万，而且以后会分得越来越多吗？这样好了，这20万期权我还给你们，往后10年，你们只需要每年折现给我1000万美金，哪怕公司以后的业绩越来越好，20万期权每年能分2000万甚至更多，我也不会反悔再来找你们更改协议。未来的10年里，我就只要现金。奈特一听这话，表情先是有些惊讶，但很快便恢复如常。他了解吉米的性格，说好听点是谨慎，说难听点就是一毛不拔。在华夏的神话故事里，可以找到与他几乎一般无二的原型，那就是貔貅。换言之，这个人对钱这方面永远是只进不出。别看他之前就已经是律所的高级合伙人，但他始终不愿意花钱认购哪怕一股期权。一般来说，合伙人的期权获取途径除了董事会激励之外，还有董事会出售，多数都是给一部分，然后卖一部分，这样也能让合伙人出钱参与。一旦他们真出了钱，他们就会真正将自己视作律所的一份子，继而更加努力的工作。这种方法对绝大多数人都适用，唯独在吉米身上不灵。吉米的投资观就是除了钱之外的什么都可以拿来投资，但就是钱不行。不投钱赚100万，投10万大概率能赚200万，那他一定选不投钱赚100万这一项。所以这时候想要钱而不是期权，也确实符合他的人设。想通了这一点，奈特便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结，心中暗想，不管他到底是要期权还是现金，总之他只要跟我签了10年合约，确保他10年不会反悔，不会从我这里离职就够了。既然他背后是史蒂夫·罗斯柴尔德，那只要把他留在爱丽丝，我就能高枕无忧了。现在公司发展蒸蒸日上，他不要期权那是他的损失，将来后悔可不能再来怪我。于是奈特非常爽快地说道：没问题，吉米，既然你坚持要拿现金，那我们就按你说的办，签10年协议。
每年我额外支付你1000万美金的奖金，来抵消你全部的期权。吉米提醒道，还有我的底薪，你已经答应我翻1倍，那就是400万。每年我的保底收入就是1400万美金。奈特摆摆手，吉米，你这想的未免有些过于保守了。400万是你的底薪，1000万是你的期权折现金。如果你表现出色，还会有特定的绩效奖金以及项目奖金。以你的能力，一年做个2000万还是不成问题的。吉米非常谦虚地摇头说道，我自己是什么情况，我自己心里很清楚。奖金就先不说了，你只要把这1400万写进合同里，我就随时可以签约。好，奈特笑道，那咱们就尽快签约，我这就让人准备合同。吉米提醒他，哦对了，咱们还没聊一聊违约赔偿条款呢。奈特忙道，哎呀吉米，我对你是100%信任的，不需要搞什么违约条款。奈特心里想的是，这家伙背后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罩着，就算他真违约了，自己也不敢找他算账啊。与其这样，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让他感受到自己对他的信任。可他没想到，吉米这个时候十分认真地说道，奈特，我不是怕我反悔，我是怕你反悔。万一你要提前跟我终止合同，那我怎么办？我必须要有一定的保障。怎么会呢？奈特连忙道，以咱们俩人的关系以及我对你的信任，我是绝对不可能提前跟你终止合同的。吉米点点头道，虽然我信你，但还是要留一个书面的协议，以免将来有任何问题纠缠不清。说着，吉米便道，这样吧，咱们也不需要其他的繁冗条款，我就一条，如果这10年没到之前，你提前跟我解除合作，你就必须一次性将10年所有的薪资以及期权折现金全部赔偿给我，可以吗？奈特毫不犹豫地说道，你放心，我绝对没问题，就按你说的办。